美元霸权是不是真的会崩溃？到底为什么呢？今天带您一块来看。嗨，大家好，我是志玉。今天呢，想跟大家来聊聊你接下来的投资应该要往哪个方向去。我们来看看美元，来看看美股，顺道看看黄金。那最终呢，我们今天结论跟大家聊聊美元。我要告诉大家，长期来讲啊，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美元现在已经迈入了可能会有好长一段时间的熊市，也就是可能持续贬值。那为什么呢？你就继续来看下去。好，那么首先要带大家来看美元最近啊，从川普总统上任以来，一直到最近，不是说他上任100日吗？那川普是站出来这个耀武扬威，说你看看我只要100天，我这个干了多少好事？对，你干了很多好事。好，那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他的美元从他上任到他上任100日，就这么短短100天，已经重贬了10%。哇，这创历史记录啊！我觉得川普他此行应该说他此生不虚此行，因为应该以后光是写他的这个历史课本会这么厚啊，然后呢，这个写一大堆骂他的，可能就厚到天上去。好，我们来看他这个重贬了10%啊，这是1973年以来最惨的表现，而且呢，这是应该空前绝后哦，真的很威很厉害哦。那有人这样说他好像是有一点刻意引导这个美元，让它弱一点。为什么？他学中国的。我们来看中国前车之鉴是什么？中国在1994年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为了要让制造业大量的来到中国，然后让中国呢打造成一个不得了厉害的世界工厂，所以那个时候呢，1994年那个时候人行呢是有计划的引导人民币让它贬值，那一波呢贬值了33%。贬掉了1/3，所以呢，也因为人民币呢，大幅贬值，所以呢，就让很多的制造业回到了中国。那现在你看到了美国说，这川普说要让美国的制造业全部回到美国，他是不是就看准了？当初中国这么做，我来学一下好了。他现在就学起来了哦。好，那于是呢，你就看到了接下来美元呢，在他上任100天就已经贬了10%嘛。那最近美元有一点反弹啦，那你不要觉得，好像他又要开始强，没这回事啊。美元可能就是短期的反弹一下，接下来可能它长线你要看它可能会持续走贬哦。好，那当然你要说这美元走贬，你总是要有些理由。对，我来告诉大家理由是它的经济状况一定不好哦。那你说他自己打这个关税大刀，那砍到自己，这一定的嘛，但他会砍到自己有多严重呢？会怎么样影响到他的经济状况呢？我们来看哦，你现在初步呢，都还是我们纸上谈兵，初步都是告诉你说接下来会衰退，告诉你说接下来可能如何。那我们来看，有一位美国很资深的经济学家，他直接给大家时间点，他说4月2号实施关税，对吧？那不是暂缓了90天吗？那90天当中，大家会发生什么事呢？90天当中呢，会狂拉货的狂拉货，然后呢，这个不敢进货的不敢进货，因为有些地方有些关税没有被豁免嘛，对吧？那于是呢，他就不敢进货，像中国就没有被豁免。好，那于是会发生什么事呢？一般来讲，从中国或者是一些从东南亚其他的一些地区的一些制造厂、制造地，它制造的东西，它卖到美国市场的话，一般来讲，那个货柜的海运的一个时间会拉到20天到40天不等，所以呢，你就用这个数字去帮他算，到底什么时候美国人会觉得好痛？到底什么时候美国人会觉得我当初投给川普，我投错了？好，他算出来这个时间表。好，20到40天的一个海运的传奇。然后他说呢，5月份，大概5月中，你就慢慢会看到大概这些海运的货柜船到美国的港口的到港数量开始锐减，越来越少。好，那少了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那你就要去回想，以前到港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货运工人是不是要开始运输到全美各地，然后上到超市货架上去开始进行销售？好，那5月中开始呢，到货量少了，我需要那么多货运工人吗？我不需要的，所以你就会看到，接下来不需要货运工人，那就开始裁员咯。然后呢，再继续。好，那这些东西来了之后呢，要上架到超市卖场上头去开始销售。没有那么多东西卖的时候，我有需要那么多销售人员吗？
我不需要的。你就换个立场，想想你是老板，我们大老板，对不对啊？裁员嘛，不要来了，你那员工每天坐在那边给我打蚊子，我还付你薪水，不需要嘛，对吧？好，裁员。于是你会看到，大约从5月、6月开始，你就会开始出现很大的裁员潮。那裁员潮之后呢？哎呀，美国人就会开始痛了，我没有工作了，货架上买不到东西了。然后慢慢7月、8月发酵，到了9月份，嘿，他说大概2025年的夏天开始，天气热了。经济糟糕了，好，所以呢，你就看到了他们这个重要时刻表是大概拉到8、9月的时候，你会看到美国的经济开始，无论它是减缓，亦或是真的落入衰退，反倒是不好啦。所以呢，你经济不好的状况底下，你说你美元要多好，那真的很难讲。再来，如果经济不好，美股要当心。我们要继续带您来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投资机构，当然美股呢，我们在看到这个宽税暂缓之后，美股迎来了一波反弹。但是接下来大家放心上的是，如果经济衰退，如果这些企业它的成本会垫高，如果这些关税最后买单的人是美国企业的话，那很可能美股也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们看到现在很多投资机构都在讲，他说其实现在呢，大家应该是美股要逢高调节的时候了。那他就给了几个如果怎么样你就会美股继续好的理由。好，那你要看哪几点？如果是大方向是经济衰退，美股可能会没那么好的话，那什么样的状况可以把这个扭转过来，让这个股市继续很好？好，那他说3个可能原因。第一个就是呢，这个降息来了哈。鲍尔如果呢愿意降息的话，那感觉好像经济衰退可能可以撑住哦，可能不会到衰退，可能就是经济减缓而已，美股也可以撑住哦。那看鲍尔什么时候出手哦。好，那现在是我们看他出手的几率点嘛，这个美国总是会有这个降息的一个几率点。6月份他说降息的几率有75%，那7月份100%。也就是如果7月份可以降息的话，那来到了这个刚刚我们预测不是2025年夏天可能会经济衰退吗？那如果降息的话，好，感觉可以化解哦。好，那再来一个就是川普有没有可能关税呢来一个什么样的转弯？如果他的关税的一个疑虑可以拿掉的话，那当然美股可以继续这个舞照跳，马照跑，我们继续转。好，那第3个呢，就是如果说你看到了这个美国的一个经济状况，美国的消费者他的消费实力韧性很足，对不对？即便是货架没有东西，我照样把你货架本身买回家，有没有可能不晓得？好，但如果呢他的一个这个消费力道这个韧性足的话，或许可以撑住他们的一个经济状况，不要让它直接嘣的跌到衰退。好，那就这几个3项主要的理由，我们再来观察，我们持续带大家在节目当中观察。好，那但是呢，以前大家觉得说，你美股不好，你美元不好，我们来买黄金。黄金真的很好，但是呢，黄金你现在再下手再入场，好像也不是时机点，你可能等它跌一跌，我们再来买。好，几个原因。首先我们来看到野村为什么讲野村？因为我观察野村在过去一段时间当中，他讲黄金讲得蛮准的，所以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看法。他的看法是说，黄金很好，他们同意，但是呢，现在不是时机点。尤其是他觉得现在你应该卖出你之前买的黄金，然后等它下一波的回落之后，你找一个好点，我们再进场，我们赚一下黄金的差价。好，那他理由是什么？他首先他说呢，这个他们在看一个这个野村的这些经济学家们，他们有看一个指标。好，我是看不懂，好，但我告诉大家他们的结论。好，他这个指标叫做联准会的资本支出，他们有一个指标。他说每一回这个指标跌到-4的时候，就会开始这个黄金价格就会下来了，经济就不好了。所以呢，现在又跌到那个数字了，所以他说你这个黄金现在不能买了。好，另外一个他说，现在市场上他们观察市场资金的流向，之前呢黄金一直在往上破高，然后野村一直告诉你现在赶快买黄金，赶快买黄金，是他们看到了市场资金不断在流入黄金这样的一个商品当中，但是他现在看到大笔资金正在撤离黄金，他们去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投资人，最近不断在黄金再度创下历史新高$3500每盎司之后，开始大举卖出，所以呢，开始卖，资金在撤离的时候，他说你要小心，因为呢，我们这个在市场当中都是这样子钱多就是声音大，所以当钱最多的人他都在撤的时候，我们赶快撤，否则最后留下来扫地、扫厕所、洗碗就是你了我们就不要当韭菜。所以呢，当那个不是韭菜的那个大根的
花椰菜在走的时候，我们赶快韭菜跟上哦。好，所以你就看到市场资金现在正在撤离黄金，所以呢，他的建议是跟着撤吧啊，有赚赶快撤。好，那另外呢，再看到他说呢，你毕竟是一个商品，它会有这个走势图的话，你要尊重一下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它的技术面现在的表现就是黄金它的价格已经大幅的高于200日的一个均线。那这个我们常常举例哦，说那个均线很像遛狗绳哦，如果呢那个价格跑得太远的时候，它会把你拉回来的，那个遛狗绳啊，你太远它拉回来。好，于是呢，他们就说了，那现在呢，这个黄金价格已经大幅过热，它高于这个平均数字的话呢，它是有机会啊技术性的回调，技术性的拉回一下。所以呢，野村给大家建议就是，你现在应该卖出黄金。那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长线投资者，不 care 短期的一个波动的话，你就留着吧你。但是呢，如果你想要赚点差价，你现在可以卖出，然后之后等它回调之后，你再把它接回来。好，这是野村建议。回过头来，我们讲美元。刚告诉大家说，美元短线上其实有一点回弹的感觉哦。但是其实现在应该是我帮大家做资料的时候，我整理了非常多一些投研机构都认为美元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熊市的表现。那这个熊市可能不是3个月、5个月，你可能要时间拉为这个用年来计算它了哦。好，那怎么看呢？好，我们首先来看高盛是这样讲，他说今年美元应该会再贬个20%。我们刚刚已经告诉大家了，这个美元呢，在川普上任100日呢就贬值了10%。那他说今年可能会再贬20%。那欧盟有同样的看法，欧盟认为呢，接下来可能美元持续的走贬，所以呢，你看到了这个欧元对美元可能会升值，就是欧元会升值，因为美元在贬值，其他货币都会升值的哦。所以呢，你就看到了这个欧元可能会升值。那当然，他给了一些理由了哦。他说呢，这个现在哦，这个德银是这样看，他说美元指数跌破了100之后，那是一个很重要的转类点，一个分水岭，跌破之后就进入熊市。那这几个现象，比如说，首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政府现在的财政状况不 OK， 所以还有非常严重的财政的赤字。那如果你是一个这样财政赤字如此高的国家的话，全世界其他国家不想为你买单，所以呢，美元资产就会被抛售，这是一个美元现在走很弱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你看到了现在的国际上对于美元资产的需求是少的，大家反而去，你看之前大家大举买黄金，然后呢，以前都会买很多美债，那现在你就看他们转去买欧债，去买这个日债，所以呢，这个美元的资产呢，似乎大家对它的需求量降低了，美元可能自然就会走弱了。再来一个呢，就是关税的疑虑哦，让大家觉得好像美元不太 OK， 所以呢，你看需求少了，很简单，就是供需需求少了，大家不买单，国际间不帮你买单了，你美元自然就弱了哦。那美元弱或许是正中下怀了，我们刚告诉大家，这很可能是川普他引导让美元弱一点。但是呢，你要让美元弱哦，我想川普一定也是，我可以弱一点，但我不用非常弱。但是现在我们要面临到的问题是，它美元可能接下来会非常弱。为什么？我要用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这个指标来看看美元霸权的崩坏。当然，美元霸权的崩坏有很多地缘政治上的一个解释，有很多不一样的解释。我们在之前影片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但今天我想用一个经济学的一个指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知道过去大家觉得美元就是国际货币，这没什么好说嘛，就很简单，大家就认可你是一个全世界最强的国家，你有全世界最棒的经济，你有全世界最厉害的一个军事，所以呢，我就给你赞，好棒棒。所以我们大家用你的货币，那觉得用得很安心，没问题，对不对？但是呢，时间过去了，现在的美国跟当年的美国已经不太一样了哦。现在的美国甚至不太想当世界警察，所以呢，大家就对于这个货币呢，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那所以这个标准呢，我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聊的，这叫做MERS 理论叫 MERS 理论。那这个理论过去它不会拿来套在美元身上讲它，我们会拿这个理论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货币，然后呢来评估这个货币有没有投资的价值，来评估这个国家的货币呢，它在国际上的信赖度好不好？所以我们会用这个 MERS 的一个理论呢，来看国际货币它是不是值得信任，这是一个这样的指标。那以前你就不会用这个去看美元，因为美元就是不用任何指标，它就是最棒，好棒哦，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用这个指标来看美元的话，你就突然间觉得说，嘿，如果今天美元不叫美元的话，它叫一个
这个叫一个新币，它叫一个马币，它叫一个什么东非国家币，随便乱讲，你就觉得这货币好像不太 OK。好，我们就来看这个有3大评断它的指标，这个 MERS 理论哦。首先，他要看这个叫做价值创造能力。好，我来念给大家听，要精准，所以不要念错。价值创造能力。好，那价值创造能力什么意思？他看一下这个国家它的产业够不够强，然后看一下它的出口够不够力。然后看一下它的经济体系可不可以持续的创造价值。好，那我们就来想一想现在的美国，这个美国现在的产业够不够强？没有什么制造业。当年它好棒的时候，它的制造业出口占全世界50%嘛，它现在只占10%几了，所以它没有以前那么强。然后呢，你说它出口够不够力？它不是川普站出来说，你看我这个贸易逆差有多少，它出口不够力。好，然后你再来看，他说呢，它能不能持续创造？现在呢，川普就是要扭转这个，他要来把他这个制造业找回美国去创造。所以呢，你用这个价值创造能力哦，这个打问号哦。好，那第2项，制度稳定性。你看一个国家的货币，你要看它的这个政府，它的政策会不会反反复复，它的财政健不健全，它的政府会不会破产，它的这个财政会不会崩溃。然后呢，它的一个这个治理，它的政治体系，它的国家、它的政府的治理啊，有没有稳定性，有没有可信赖度？我就觉得讲每一个都没有在川普年代通通没有。它的政策会不会反复？他一天给你反复8次。好，他财政会不会崩溃？不是告诉你了吗？财政赤字有多严重，对不对？如果他是一家企业，我常讲早倒800遍。然后你说他的一个政府的治理有没有稳定性，有没有可信赖度？就没有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制度稳定性这一则，我要给他打0分。好，那第3个我们来看这个货币有没有使用上的可靠性。好，那它的指标是这样说，他说遇上战争、制裁跟封锁的时候，这个货币还可不可以流通，还能不能清算？这就妙了，对不对？遇上战争、遇上制裁、遇上封锁，以前成平的年代，我们都不会想说，这个货币，你就会拿这个使用可靠性，你去看那个叙利亚货币，你去看以色列货币，你去看中东那些会打仗国家的货币嘛，对不对？你用这一条来看今天的美元，他一直用他美元制裁别人，所以呢，如果我是，比如说我是俄罗斯，我今天如果这条使用可靠性，我一定给他打0分，美元0分，因为你制裁我啊。那你说伊朗，你说北韩，一定给美国打0分，你会用你的货币制裁人，非常不 OK。所以呢，当每个国家会看到别人说，哦，我要是有一天惹到美国，我会变成这样的下场，你说这个货币还有可信赖度可言吗？所以呢，我用这样的一个指标来判断美元啊，你就知道说，过去美元呢，它之所以成为美元霸权，是它这3项每一点都是棒呆了，就没有任何可以挑剔的地方。但今天的美国不是过去的美国，所以用这一套当初呢发明出来要去看其他国家货币的可信赖度的时候，这一套放到他自己头上的时候，你就发现，哎呦，现在的美国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评断美元的话不太 OK 那很可能呢，这是美元在长期可能走入熊市之后，它长期会走贬，不会那么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大家要放心上了那当然还有一个最严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威胁性在于，现在有很多其他国家，他们把大笔的一个他们国家的钱放在美元资产当中，比如说像加拿大的一个养老基金、日本政府的养老基金、挪威的主权基金，大家都是把国家的钱放在这个地方，他们对冲，怎么个冲法？过去是这样，我买美股，好，那我买美股，那我要有一个避险，因为我这国家的钱我不能亏，好，我要避险，怎么避险？美股跌的时候，通常美元会很强，因为你什么样的状况美股会跌嘛？美股会跌，一定就是什么风吹草动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危机的时候，那大家觉得避险商品就是美元就是美债，所以呢，他们就用这样避险，美股加美元加美债，然后互相避险，然后对冲，它绝对不可能亏钱。但是呢，今年发生的状况是全部一起跌，美元贬值，美债波动，然后美股崩跌。所以呢，你看加拿大的一个养老基金。他们要养老你把他钱给亏了，所以呢，现在这些对冲基金发现这招，这个过去行之有年很简单的一个套利的方式完全不 work 的时候，他开始大举的赎出他的一些美元资产，加拿大的养老基金、日本政府的养老金，然后各种国家的主权基金都在撤的时候，这30兆的对冲基金如果都要撤离美元资产，对于美元来讲又是一个很大的撼动。所以呢，当
回到供需，就这么简单。大家都在卖掉他手中的美元资产，美元是不可能强的。所以呢，今天就用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一个方式来跟大家讲讲美元接下来你应该要怎么做。简单来讲结论啦，你前面如果都不想听理由的话，你就听结论。结论就是美元呢短期内它在反弹，但长期它是走贬的，大家放心上。美股呢最近看起来也很不错，但是呢接下来如果经济要衰退，关税的疑虑不能拿掉的话，美股可能也是还有一波回调，大家要小心。黄金呢长期是走强，但是呢最近它会技术性的回调，大家也要放心上。好，那么今天呢帮大家聊聊的这个美元啦，聊聊美债，聊聊黄金，顺便呢看看未来美元的走向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我们下回见，拜拜。